来看，哇，这湖水好漂亮。当我们走进一座正在沉睡的活火山，会看到什么？在美国加州的北部有一座拉森火山，这里有倒映着高山的清澈湖泊，有点缀着野花的草甸溪流，还有在110年前火山喷发后留下的各种大小火山岩石，以及丰富多样的火山地貌。今天我准备沿着公园里的景观公路一路轻松式停留游玩，也会分享如何用 SUV 做简单的床车露营。OK， 这就是我用 SUV 做床车旅行的一个简单设置啦，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那我们就继续这趟美西火山海岸小环线的第2天行程。欢迎来到拉森火山国家公园。那这就是这个访客中心了。我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停车场过夜的，还挺好的呢。很少有国家公园的访客中心是可以让 overnight parking 的。它这个公告上面有写，这里可以用 WiFi， 然后是厕所是全天开放，然后这里面也有写说是可以做 car camping 的，只不过你要在入口处交10块钱就可以了。而且这说的是必须是在 vehicle only， 不可以支帐篷。现在还没开门，现在应该早上起来7点钟。所以最外面有厕所的这个是一直开放的，里面那个门是关的。能看到还是有挺多过夜的车的，大部分都是 RV。我的车昨天就停在这儿了，这边还是有过夜停车的。别看现在是夏季，但是早晚还是挺凉的。我感觉昨天晚上大概只有几度吧。今天的行程计划是继续沿着公园的景观公路从南到北逐一在推荐点停留。昨天我们已经去看了第1站泥浆池，今天就不再去闻一遍那刺鼻的臭鸡蛋气味了。所以第2天行程的第1站是在地图中标注5号的翡翠湖。哇，早上起来这个湖边感觉太舒服了，正好在这吃个早饭。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湖泊，湖水很清澈，世界很安静。哇，这大自然的清晨实在是太美好了。我感觉我在这儿说话，那个山顶都能听见，特别安静。昨天这个湖其实人还挺多的，我来的时候。现在这个清晨来没有人。安静的感觉都能听到水里面小飞虫的声音。这就是在园内露营的好处。日落而息，日出而作。今天早上起来大概6点钟就醒了，因为昨天10点多就睡觉了。昨天晚上满天繁星，看一会儿就困了，一觉睡到自然醒，中间都没有被吵醒，或者是被冻醒。早上起来，这个湖面也是非常的平静，整个一个倒影都非常漂亮。现在的人类在城市里生活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已经忘了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这种原始感是什么感觉。你相信大自然有一种能量吗？就当你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修复能量，就感觉这天地万物的一切都充满了生命力。高到山峰上的树，低到水中的小草，以及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全部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当我们亲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在亲近自然中无数的生命。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大自然中汲取能量的原因吧。
从翡翠湖出来，接下来前往的是今天行程的第2站。这里就是拉森火山国家公园的 Lake Helen， 这里刚刚好可以看到 Lassen Peak。 哇，很漂亮啊！今天再一次来到 Lake Helen， 我依然觉得它是整个公园里最美的湖。昨天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它野餐桌的位置很适合看夕阳，而在上午风平浪静的时候前来，则能看到非常精致的湖中倒影。早上起来，这个湖中倒影真的很好看。白天的时候，很多人来到这个湖水边游泳啊、野餐啊。像我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湖水边，那边有个野餐桌，在那边野餐的。不知道谁把这个衣服落在这儿了。哇，这相机根本就拍不出来这个水到底有多蓝，必须要亲眼看才行，而且要摘掉墨镜看。湖水清澈见底，这片湖水看上去很浅，但最深处其实也有30多米，因此它能呈现出一种很深沉的蓝色。山顶上还有未化的积雪。而我觉得这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气温能达到20多摄氏度的夏季，依然能看到尚未融化的积雪。我在想，难道只是因为这里的海拔有2500米的原因吗？在看了公园自1933年以来的降雪记录之后，才发现这片高海拔地区其实是北加州降雪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气流给这里带来了大量的降雪。公园每年的除雪工作就要持续大概2个月，才能把10几米厚的积雪慢慢清理完毕。所以公园里的公路一般要到5、6月份才会通车，降雪大的年份甚至要等到7月初。所以这样看来，我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在我来的7月份还有未融化的积雪，因为这里极厚积雪融化所需要的时间往往超过1个夏天，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融化，下一个冬季就已经来临。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的高山积雪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它们在春夏逐渐融化形成的天然水库，为加州提供了饮用水、灌溉用水以及水力发电所需要的水源。所以这里的积雪不仅创造了公园内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成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类的生命之源。其实公园推荐的停留点很多，包括最像黄石地热景观的 Bumpus Hill， 但出于安全原因，我去的时候公园这条路径还没有开放。另一处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徒步登顶 Lassen Peak， 需要4到5个小时，爬升高度600米，抵达海拔3187米的山顶，往返5英里，属于中高难度。如果能登顶，大概能看到一览众山小的景象。再沿着公路往前的路边，可以停靠在国王溪草甸观景点，看一片片紫色野花在微风与翠绿之间轻轻铺展开来。当然，除了这些推荐的停留点外，也有没那么推荐的地方，就比如我接下来要去的。我现在准备去 Port Balling Lake， 其实我之前计划的没有这一站，但是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说是单程有 0.7 迈，所以我准备去看一下什么样子的。这条徒步线路会先穿过一片被烧毁的树林，那是2021年 Dixie Fire 留下的痕迹。
那场大火持续了3个多月才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达96万英亩，也成为了加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场山火。我走到了，就是这儿。怪不得很多攻略上都不推荐这个湖，但是我就只是好奇，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替你们走过了，就是这样。当然，如果你不追求什么景色，只是追求走进自然的话，还是可以的。它之所以叫波伊林，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几个小水泡。这里看到水面上不断冒出的小气泡，它们来自地底深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火山气体，沿着湖床裂缝上涌溢出，从而形成表面看似沸腾的景象，所以人们称它为冷沸湖，因为它看起来虽然在沸腾，但实际上水温依然是冰冷的。刚替你们试过了，这个水是冷的。由于它紧邻刚刚提到过的邦法斯海尔地热区，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通往那里的步道开放，也可以从这里一路走过去。你看这边是经历过火灾的树木，这边就是青青绿草地。用了1个小时走到伯恩林 Lake 才回来。它这个停车场还挺紧张，刚刚我来是站到了最后一个停车位，现在都已经停到路边了。下一站我去的是一个藏在山里的湖，来这里的人大多是住在它附近露营地上的游客，而且通常会下水活动。找了一个湖边吃午餐。要下去试一下那个湖水。现在是正午12点半，水温刚刚好，我又想跳下去了。好暖和啊，这个湖水。刚才我在那个 Kings Creek， 那个水就超级暖，因为那个是流动的水。但这个湖水中午就非常暖和。游起来，游起来！Summit Lake 是一座小巧且避风的湖泊，湖水呈清凉的蓝绿色，因为它的湖底是沙质，还夹杂着一些水草。在海拔2000米高的湖里游泳，感觉有点飘。在水里面玩了1个小时，天哪！我现在发现国家公园好像不只有打卡一种玩法耶，也可以这种休闲玩法。要是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在这个水边都能待上一天。OK， 那我们下一站吧。
如果说景观公路的南段都是让人放松的地方，那北段有3处停留点，则是让我们真正了解这里火山故事的地方。我分别称它们为毁灭之地、炽热巨岩和混乱石海。首先就是 Devastated Area， 这片被叫做毁灭之地的区域。这里有1条半英里长的短平环形步道，沿途的解说牌讲述了为什么拉三峰的东坡会被这样命名。故事要从110年前那场大喷发开始说起。时间回到1915年的5月，拉森火山内部的气体压力突然释放，直接炸碎了原本躲在火山口的熔岩穹顶。大量炽热的岩石被抛出山体，同时引发雪崩和泥流，顺着山谷一路倾泻而下，将原本的森林连根卷走。谷底被扫得干干净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原有植被的痕迹。仅仅在一夜之间，原本的草甸与林地骤然变成一片荒芜，宛如月球表面的不毛之地。后来经过漫长的生态恢复，才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这片新生。所以这块石头就是在1915年火山喷发后遗留下来的，但我摸起来怎么有点感觉像柏油马路的感觉。所以这片岩石块就都是那次爆发产生的。沿着步道往里走，可以看到一些形态奇特的岩石，它们就是在喷发时以高温状态被带到这里，又在空气中迅速冷却，最终碎裂成类似拼图般的块状结构。它们其中也夹杂着更古老的岩石，那些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冷却，只是在这一次喷发中被一同带到了这里。事实上，在1915年5月短短几天之内就发生了2次喷发，产生的新旧5种不同的岩石，最终都在这片区域找到了新的安身之所。你认为一个石头能有多大年龄？几千岁？上万年？还是上亿年？这里面有一个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州最年轻的岩石，就是这个黑色的，它是产生于1915年，只有100来岁。你像这个灰色发红一样的岩石，就是产生于27000年拉森第一次爆发而形成的。这个巨大的岩石就是从 Lassen Peak 从那个山顶一路滚了3迈滚到这里，所以这个整个一个区域，不管大岩石还是小岩石，都是那次爆发遗留下来的。这些岩石成为了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见证，他们仿佛在用无声的语言，一遍遍地向来到这里的游客讲述那年喷发的故事。继续沿着公路向前，会看到路边一块非常显眼的 Hot Rock 炽热巨岩。那这块巨大的岩石叫 Hot Rock， 它从雷森火山口在1915年被爆发出来的。这块重达30吨的巨石当年从火山口被抛出，在雪崩的裹挟下被带到了5英里外的这里。据当时的记录，它内部有超过500多摄氏度，在喷发后40多个小时仍然在水中发出呲呲的声音，直到3天之后灼热感才逐渐退去，慢慢冷却成现在的样子。 OK， 还有最后一站啦。类似的剧烈地质事件不止发生在1915年，在临近公园西北入口的地方还有一处混乱石海的区域 Chaos Jungles， 那是大约在300多年前，
对面的山体曾连续发生3次大规模的崩塌，导致巨量岩石高速滑落。想象一下这些岩石块从山顶以100迈的速度向下奔跑，是什么样的一个壮观场景？它们最后在这里堆积，形成了厚达约40米的岩石层。这些乱石将原有的森林彻底掩埋，而如今这些都是复苏之后的新森林。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痕迹连在一起看时，会更直观地理解这里火山力量曾经是多么的强烈。它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真实发生在脚下的故事。而这种力量的延续，至今也从未真正的消失。OK， 这就是今天在拉森火山国家公园的最后一站了。那接下来就是去露营地，看一下今天的露营地怎么样。今天的露营地是有可以洗澡的地方，所以我刚才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去一下河里面游泳。今天在拉森火山国家公园里住的露营地就在 Manzanita Lake 湖边，而这片湖泊正是由刚才我们看到的混乱石海崩塌下来的碎石截断堵塞了 Manzanita Creek 溪流后逐渐形成的。环湖有 1.8 英里的步道，一路能看到拉森峰开阔的视野，也因此成为了游客喜欢散步以及划船等水上活动的地方。今天预定的营地属于国家公园里标准的露营地，设施算是比较齐全，可以补给物资、加油，有洗衣房和淋浴间。这挺大。我感觉这位置也是挺挤的哈。是 C28。哎，我这还在有2棵树进来，这位置怎么样？看一下，这个位置感觉还可以，还挺大呢。它像是一个 driveway 这种。哦，如果要是有帐篷的话，帐篷还可以放在这个位置。这应该是上一个人没用完的柴火，还挺好的。这是洗碗的地方，是厕所，还有饮水处。比较标准的露营地厕所。终于有一天到露营地早了，刚刚洗完澡，把洗的衣服晾了。湿的，刚才游泳湿的衣服全部都晾在这儿。今天算是我抵达露营地非常早了。所以今天的晚饭是牛肉、胡萝卜、土豆，再加上米饭，开整。我的经典保留，每次都是这样吃。再加一点水，要不非常容易糊底。昨天从加拿大的青菜。哎呦！应该差不多。来开饭，虽然卖相不怎么样，但是营养够就行。
尝一下味道吧。它这个是有牛肉胡萝卜、土豆，我又放了青菜和米饭进去。味道还可以。美式的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能吃就行，不要求太多。以前我还记得我最开始露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露营地这些柴火味儿，感觉露营一次身上都被他们熏的柴火味儿。现在来到营地再闻到柴火味儿，就感觉一切都好熟悉好亲切呀，就是这个味儿那个感觉。营地今天还挺热闹，人挺多的。刚刚把这碗饭吃了，感觉根本就没吃饱，所以我决定再来一个粉丝。这粉丝也不多。再来一遍。这才叫好吃。满足了，吃饱了，感觉必须要吃一顿中餐才感觉自己吃饭了。我感觉我每次出门的时候胃口都超级大，因为好像消耗的太多了。我开的这么费劲，别说熊了，根本打不开。之前看我32天小车、床车自驾美国6大国家公园的行程，可能很多人都会疑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小车。那是因为我当时只有小车，而且刚好我那个车也是挺长，空间还是不错，所以可以放很多东西。当时是极繁旅行，所以里面装了很多东西。但是后期呢，我现在因为我的小车已经被我卖了，所以我后期在出门旅行呢都会租车，都是租中型的 SUV。所以呢，我有开过Santa Fe，开过 Tucson， 也开过 RAV4， 然后这次呢，我开的是 Outback。中型 SUV 的空间呢，就是比较适合露营。我一个人呢更是绰绰有余，因为后备箱是可以放平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 SUV 的设置，就是会超级简单。首先呢，就是副驾驶后面是床，我比较喜欢在副驾驶后面放床，因为从驾驶座出来的话，直接从这边上是比较容易的。那这个睡垫呢，我套了一层床单，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充气睡垫。从家拿了被子，一侧是床，那一侧就是我的整理箱，因为我这个是从家出发的嘛，所以我就把衣服全部都放在这个整理箱里，也会放一些我的厚的外套，因为在高海拔地区露营早晚还是挺凉的。大家在这边看，那我这个窗已经让我放上防蚊网了，晚上睡觉也是开个缝就可以了。同样，一进门，这是我的 living room。我的小车呢，这个是打开的，因为我小车必须要打开才能坐姿嘛。但是 SUV 的话，不用打开也能坐姿。然后这是我换鞋的地方，拖鞋，那有一个徒步鞋。这回最不一样的就是我带 Jackery， 因为之前要坐飞机的话是没有办法携带这个移动电源的。我这 Jackery 是老款了，其实现在是新款还是会更好一点。这个是车载充电，所以我就一直插着，只要车一启动，车子就会给 Jackery 充电了。我放一个水瓶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固定一下它。OK， 驾驶位呢就没有什么了，主要是用了一个防蚊网，这个是我之前的车我自己剪的一个
车窗遮的，但是我因为车的玻璃尺寸不一样嘛，但是简单就是遮挡一下。同样，副驾驶是我的厨房区和杂物区，我们上那边看一下。其实Outback这辆车吧很长，车身比一般的中型车还要长一点，感觉它好像是Santa Fe是跟它是一个 size 的。这已经放上防蚊网了，晚上要在黑天之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做好。那这边呢就是我的厨房区，因为已经有一些东西放在那个bear locker 里了，所以我这边都是放了一些干粮，没有味道的。这是我的徒步包放在这。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杂物箱，因为我这次从家出发，所以就可以把杂物统一放在一个小的整理箱里。这是湿巾和纸巾，还有这个吃饭，如果吃饭需要在方向盘上吃饭的话，这是个小桌板。水瓶，还有随手用的一些防晒霜、护手霜。那等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一遮上。遮上之后，车里还是挺嗨的。OK， 这就是我用 SUV 做床车旅行的一个简单设置啦，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我现在就准备去洗漱、洗碗，准备休息啦。今天也是晴空万里，晚上应该是可以看一个满天繁星，这也是露营体验必不可少的一个必要环节。这就是今天露营的体验了，那我们明天早上见。下期我就要去爬这个国家公园里最有特点的火山堆，去感受山顶的妖风和异世界里那神奇的色彩。